当我妈在离婚的时候，毫不犹豫把我带走。我知道她也重生了，可笑她也是个女人，竟然比我爸还要重男轻女。前世她带走的弟弟一事无成，甚至迷上了赌博。而我不仅自己开了公司，更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孝顺。我看着翘着二郎腿，只想坐享其成，还试图给我灌输长大要对弟弟好这样思想的妈，冷笑。可惜，他不知道我也重生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离就离，不离婚，难道留你这个败家娘们祸害一家人吗？熟悉的情节再次上演。我木然地坐在沙发上，冷漠地看着激烈争吵的父母。不论是上一世，还是重生后，3天一大吵，2天一小吵，这样的戏码已经司空见惯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妈接下来的一句话，她指着我道：“离婚，我要把女儿带走。”我愣了一下，以我对她的理解，一向重男轻女的她，不可能会把我带在身边。平日里，她都快把我弟宠溺成祖宗了。上一世，她怕我弟跟着我爸受苦，执意把他带在自己身边，精心伺候着，以至于我弟那个废物长到30岁，连自己的袜子都没有洗过。不正常，绝对不正常。我爸一听他要带走闺女，眉头紧锁。月月你可以带走，但你不能打她，不能骂她，更不准不让她上学。是的，别看我妈是女人，她可是重男轻女到了骨子里。她嫌我爸工资低，给她买不了车，更买不了名牌衣服和化妆品，整天摔盆子打碗。3天2头鼓捣我爸让我辍学打工，还说谁家的闺女在广工深圳打工是高工资，谁家的闺女嫁人彩礼高。可笑的是，我才刚满是13岁。我爸有一句话说得对，他就是想钱想疯了。2人一言不合就离婚。离婚后，我妈拉着我一步3回头地看着哇哇大哭的儿子。她哭了，哭着对我说：“月月，妈妈没能力把你们姐弟俩带在身边，所以只能暂且委屈你弟弟跟着你爸。将来等你长大了，开了大公司，可一定不要忘记扶持你弟弟啊。”这话乍一听是他无可奈何，又不忍心撇下我。实际上，我却瞬间明白了他的心思。他在精神扑我。的确，在上一世，我跟着我爸，虽然没过上什么好日子，但靠着自己的努力学习，考上了名牌大学。后来，我开了公司，资产几十亿，一跃成为人上人。那时，我妈年仅50岁，却双鬓斑白，形如老媪。而我弟已经30岁的男人，
却还在家里啃老。我妈知道我发达后，要死要活的让我帮帮我弟。为了让我弟能得到我的公司，甚至还给我下毒。想到这里，我陡然警醒，既然我都重生了，他会不会也重生？否则，这一世他怎么会一反常态的要把我带走，还试图给我洗脑，让我去帮助我弟？只有一个解释，他也重生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眯着眼睛问妈妈，要不然我和弟弟换回来吧？我妈一脸震惊，立即否决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她的眼睛四处乱瞟。你弟弟是他们老孙家的命根子，我强行把他带走，孙家人肯定不同意。呵，我在心底冷笑一声。我爸可不是不讲理的人，只要你好好说，他肯定同意。我爸的确没什么本事，是个十足的老实人。他上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把我公用成人，而我也足够争气，考名校，开公司，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孝顺女儿。他一边哭一边说自己多不容易，我冷眼旁观，哭了半晌，也惊觉出我的漠然来，小没良心的。说完，在我胳膊上狠狠掐了一下，藏在薄衬衫下的手臂上已经有不少青紫掐痕。疼是真的，麻木是真的。自我记事起，挨打就是家常便饭。只要爸爸不在家，弟弟哭了，打我；弟弟尿湿裤子，打我；弟弟饿了，依旧打我。我妈呢？她在一边抽烟一边打麻将，顺便还要跟牌搭子一起攀比。原本我爸好好的公务员，愣是被他闹得没办法辞了职。照他的话说，就是清水衙门赚的钱连给孩子塞牙缝都不够。我不管，你不辞职我就离婚。我爸辞了职，选择去厂子里打工，一年到头也就只有过年才回来。但每次回来就是无尽的争吵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他挣得太少。短短5年，我爸不分日夜的干活，肉眼可见的苍老下去。我妈倒好，跟着四邻比着爱美，买衣服比老公比儿子。她脚上是新买的头层牛皮皮靴，我脚上是前年地摊上10块钱2双的棉鞋，而弟弟则从头到脚都是新衣服，手里还啃着大包子。我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我爸见了，一个大男人都落泪了。傻丫头，办坏了吧？一句话惹得我妈破口大骂，撒泼打滚。孙建国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就是嫌我虐待闺女了呗？她是我亲闺女，我能不疼她？明明是这死丫头不知好歹，总是挑3拣4，受也是自找的。我爸在我妈面前向来是不敢说什么的，转头又去哄她。
以前我是恨过他的，为什么宁愿被我妈骂得狗血淋头，人人笑话都不离婚？也在背地里埋怨过他是个窝囊废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只是个传统的中国老实男人罢了，一辈子没什么大志向，只希望自己勤勤恳恳，家庭美满，家人平安就好。他不敢当面反驳我妈，却会在走时偷偷塞给我几百块钱。他会在大冬天时买我爱吃的零嘴儿，一路上都是把糖炒栗子揣进怀里，只为让我吃口热乎的。他会在大冬天站在学校门外，一直等到晚自习放学，也要陪着我一起回家。只有他回来的那些天，我的日子是好过的。所以上辈子他们离婚，我跟着我爸，我们彼此都很开心。我的爸爸是最伟大的爸爸。然而，我妈这个精明又势利的女人，仗着重活一事，再一次把算盘打在了我们身上。来呀，谁怕谁？我可不是从前那个胆怯又懦弱的孙佳佳了。他带着我来到早就租好的出租屋里。你把屋子里收拾一下，我要出去一下。屋子里一片狼藉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他没有要去哪里，更没有告诉我如何解决晚饭。早已转身踩着高跟鞋噔噔噔跑下楼。我知道，能这么吸引他的，也就只有打麻将了。对赌鬼来说，牌瘾上来跟毒瘾上来没什么区别，一个是精神上，一个是肉体上。收拾。我笑了，我才不要让自己憋屈难过。我要让他知道他生了个什么玩意儿。拎着书包提前去了学校。我是学校的第1名，读的自然是重点高中。我直接向老师申请了住宿，美其名曰老师。我不想浪费时间，想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。我的班主任是一位极其负责任的女老师，她脸圆圆的，笑起来温和又婉约。佳佳，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女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将来才能去更宽广的天地看世界。前阵子，我那个糊涂亲娘找到她，想要直接给我办理退学手续。班主任李老师直接拒绝，还打电话通知我爸。这不，我爸连夜坐火车回来，因为我读书的事情，两个人大吵一架。后来，我妈当着我面在家里骂李老师，骂得很难听。李老师，没关系，你听不到，都算他自己的。李老师温和地看着我，一副人师亦友的口吻。佳佳，你是个有天赋的孩子，要相信自己，千万不能因为家里的事而耽误了学习。你记住，没有人能阻挡你掌握自己的前程。我重重地点点头，心头暖暖的。如果李老师是我的妈妈就好了。李老师，谢谢你。但是，这次住宿可以让我爸爸来签字吗？
当然可以。我这才放下心来。我是有自己打算的。趁着他俩还没领离婚证，我爸爸还有我的监护权，提前签字住宿，先斩后奏，打我妈一个措手不及。她知道了，就只剩闹了吧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不住校就意味着要跟他住一起，我受不了，更不想住。爸爸来给我签字时，眼圈是红的。闺女，都是爸爸没用。他的语气满是愧疚。我懂，他愧疚自己没能力，明知道我妈对我不好，还抢不过他。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算是安慰。爸，没事儿的。就算是我跟了我妈，我也永远是你的女儿。我永远叫你爸，因为你是我唯一的父亲。我爸老泪纵横。爸，别哭了。要哭也等帮我签完字再哭吧。好，听闺女的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反而鼻头一酸，眼泪掉落下来。上辈子，他最爱说的4个字，就是听闺女的。我想吃排骨，他说听闺女的。我想喝羊肉汤，他说听闺女的。我要报补习班，他说听闺女。就连我选择专业，他都说听闺女的。闺女爱学啥就学啥。在那个大家都不太自由的年代里，他给了我最大的自由，也是他给我的爱和自信，让我有信心、有能力从草根打拼成女强人。我们父女俩互相擦拭着彼此脸上都眼泪。签完字后，我爸带我去吃了肯德基。以往每年过生日，他回不来却都会给我寄钱让我吃肯德基。只因我在他面前说过一次，我的同学过生日就是去肯德基。我爸说，别人有的，我闺女也要有。想到这里，我有点泪崩。我爸还以为我哭是因为他们离婚的缘故。佳佳别哭了，你哭爸心里难受。佳佳，如要是你不想让爸妈离婚，我现在去求你妈复合。我立即拦住他。不，离得好。我爸愣住了，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又是满眼愧疚。佳佳，都是爸妈不好，让你感觉到在家里不幸福。嗨，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我妈那个人，就算是给她做金山银山，她也不满足。爸，你手里还有多少钱？就是所有的钱加起来。我爸在心里仔细合计了一下后，说了一个数：5万。5万不多，但买那个块荒地足够了。爸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爸点点头，憨厚地笑了。你是我闺女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那你就把这5万块钱买地，就是城郊小湾村那儿一片荒地。啊！我爸结结实实被我给镇住了。我知道，仅凭着我13岁的身体和稚嫩的脸庞，
说这些话就像是满口胡言一般。可我仍然要说服他买下片荒地。佳佳，你没发烧吧？我爸摸了摸我的头。爸，别闹，我没给你开玩笑。闺女，小湾村是片荒地不假，还是片坟场啊？我知道是坟场。我还知道10年后那地会被政府花高价买走建学校、医院，带动周围变成了学区房。但放在10年前的现在，狗路过那儿连尿都不会撒。爸，相信我，买下那儿以后有大用。但我爸仍然满眼震惊地看着我。他是个无神论者，普通的忽悠肯定不顶用。我只好掏出笔，把薯条带撕开，当草纸画上地图。爸，你看城区、商业中心、古建筑，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，将来的老城区推倒重建是不可能的。拆迁的惯例是不可能拆这里的老城区，所以新的商业模式要想开发，就要向外扩展。这里，小湾村这里地势平缓，四周交通八达，是建学校、医院、居民区的最佳地方。我的一通分析后，我爸的眼底从迷惑到震惊，再到错愕，最后变成复杂。佳佳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不会告诉他。我重生的，因为这很荒谬，荒谬的没人相信。我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我们现在学的地理上老师讲的知识。我爸欣慰地摸了摸我的头，一脸骄傲。我们佳佳可真聪明。那爸爸，你会买小湾村那块地吗？不会。我急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爸叹了口气。我和你妈马上就要离婚了，这钱是要跟他平分的。也对哦。那找亲戚周转一下呢？我从兜里掏出自己悄悄攒下来的1000块钱，有点想哭。爸，我这里只有1000，能不能在你和我妈离婚后买下那块荒地？我爸沉默了很久，才点头答应。佳佳，你是个好孩子。我摇摇头。爸，只当个好孩子没有用，我要当个有用且有能力的好孩子。周末，我特意写完了作业才回家。我妈的脸阴沉着，一看到我进来，拎起鸡毛掸子就冲过来，在我身上招呼：“死丫头，你真是反了天了！我让你不听话，我让你跑，家里不收拾，一声不吭就跑去学校。你以为我管不了你了是吧？还敢让你爸去签字？看我不把你的腿打断！”如雨点般的棍子落在我身上，疼是真疼。上辈子我是个憨子，因为怕丢人，怕被人笑话，所以在他打我时，我死死地咬住嘴唇，愣是不吭一声。他越打越起劲儿，手上的鸡毛掸子都打断了。这一世，我不会来。
被笑话的才不是我，而是他。我尖叫一声，确保自己的分贝能震动一整栋楼。再接着推开门，在楼道里四处乱窜，嚎啕大哭，哭声中还要夹杂着吐字清晰的认错。妈妈，对不起，不要打我。我以后一定在你打牌回来前把家里收拾干净，做好饭。妈妈，别打了，我以后一定早起给你做饭，我给你洗衣服。果不其然，我的哭声引得对面打开了门，上下楼的邻居也都来看热闹。这会儿，我已经躲在邻居身后瑟瑟发抖。我妈气喘吁吁，看到这么多人围观，有些挂不住。死丫头，你给我回来！大晚上不睡觉，你鬼叫什么？看你干的好事，把叔叔阿姨都惊醒了吧！我抓住邻居的衣服，哭着认错。妈妈，能不能别打我了？我以后会好好干活的。我求求你让我上学。我想上学。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上学前一定会把家里打扫干净，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，饭也做好。我越说，我妈的脸就越青。这时，周围的邻居已经大致听明白了，开始纷纷劝慰：大妹子，打孩子是不对的，更何况你家孩子还这么懂事。就是啊，看着孩子被打的，我两条细细的胳膊故意挽起袖管来，上面的青紫痕迹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新旧交加。大妹子，你怎么能打孩子呢？我的天哪！这孩子是你亲生的吗？哪有新生母亲会对自己的孩子这么狠啊？你是后妈吧？不行，这孩子太可怜了，还是报警吧。眼看着有人要报警，我妈急了：我打孩子管你们什么事儿？这孩子是从我肚子里钻出来的，我不是他妈，谁是他妈？我生出来的孩子，打一打怎么了？邻居的劝阻无疑是火上浇油。烧吧，这把火越少越旺才好。我哭的声音很大，死死不肯跟我妈回去。警察很快就到了，我坐在警车上，只觉得拉风，而我妈双腿抖得厉害，甚至在下车后还摔了个狗啃泥。我忙把她扶起来，关切地问：妈妈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丢了那么大的人，又被捅到公安局。我妈满心的火气正没处撒，见了我一把推开，我则随着她的力道，摇摇晃晃地倒在了地上，咚的一下，头磕在地上。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警察一声厉喝，镇住了他。我妈颤抖着声音为自己辩解：我压根没用力。这死丫头肯定是装的。在她眼里，我所有的不是都是装的。生病发烧是装的，冻得瑟瑟发抖是装的，掉眼泪是装的。我在心底冷笑，这一次是真装的。王秀梅女士。
我以警察的身份告诉你，虐待儿童是犯法的，情节严重，是要坐牢的。一听到这儿，我妈整张脸都白了。我妈回家后，整个人浑身都打哆嗦。她是个典型的欺软怕硬的。经此一事，我往后的日子好过了很多。她不会再打我，因为我会跑会喊会招来警察。但她会骂我，骂得极其难听，但我从不放在心上。她和我爸离婚后，隔三差五总会去学校看我弟。在他眼里，我爸那个窝囊废怎么会照顾好他的心头肉呢？我和弟弟在一所学校，我在初中部，他在小学部。别看他比我小了5岁，但个头都比我高。见了我也只会嗤笑怒骂，跟我妈一样。我是初中，时间紧，中午吃完饭就急急忙忙跑回教室，因为我还要去打扫卫生。今天该我值日，转身就被孙恒挡住了去路。他才6岁，却一脸无赖的笑容。孙佳佳，给我5块钱。呵，我1周的零花钱才5块钱，而他1天的零花钱就5块。没有。他抬手猛地推了我一下，不屑地看着我。少装，今天是周一，妈才给了你5块钱，你这么快就花完了？对呀，我买本和笔了。孙恒不信，上前就要动手掏我的口袋。掏？他能掏出1毛钱，算他有能耐。没搜出1分钱，孙恒只好悻悻地离去。敢威胁我？转头，我向他们班主任匿名举报了他书包里有摔炮。孙恒惨了，被班主任批完，被主任批，主任批完，校长批，还被请了家长。我爸去了外地办理离职手续，只能我妈带去。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先有大混账，才有小混账。我妈一听说儿子被带到政教处罚站，没了解事情始末，到了学校就开始撒泼。还老师呢？一个个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竟然让我儿子在寒风中站那么久，万一他冻出啥毛病，你们赔得起吗？什么？上学带鞭炮咋了？他又没有拿出来玩，怎么会伤到别的同学？我看你们一个个就是见不得我儿子好，个个都跑来为难他。我妈是个不通礼数的混账，所以教出的儿子也是如此。当着领导的面都敢反水，还说班主任体罚他。我妈一听，这还得了，上去1巴掌把老师都打懵了。我弟的班主任是个年轻的新老师，脸皮儿薄，当场也哭了起来，说什么都要辞职。我妈闻言乐了，拿出在家里跟我把吵架时不讲理的架势来。辞职好啊，你这样没用的老师就该辞职，真是耽误孩子上学。校长怒了，
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这位家长，你家的孩子我们真教不了，没本事就别教。这事儿闹得挺大，连我妈无理要求退费要求，校方也同意了。孙恒被我妈接回来，可把他高兴坏了，不去上学就在家看电视、打游戏。我妈呢，生怕儿子受苦，也乐得在家里守着他。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天，直到我爸回来。我爸虽然怕老婆，但在大是大非事还是很深明大义。他把我弟狠狠打了一顿，我妈自然不依，丝毫不顾及周围四邻的眼光，坐在地上哭着喊：孙建国，你是要把我儿子打死吗？你个负心汉，自己的儿子都不心疼，竟然要打死他。好，你打，你怎么不把我也打死？邻居对他的这一行迹早就习以为常，自然不会站在他这边，反而劝慰说：秀梅，别哭了，建国打孩子都是手下留着情呢。再说了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建国这么做也是为了孩子好，不打不成才。就是，你们家孙恒还这么小就辍学在家，会害了孩子一生的。现在谁家孩子最低也是初中毕业？邻居的劝慰并没有到他的心里去。他怒视着周围的人：你们懂什么？我儿子就算是现在不上学，将来也是千万亿万富豪。邻居见状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我妈从地上爬起来，拎起扫把就冲进家门，要跟我爸干架。我爸这个老实人，这次是被气狠了，一把夺过扫把，捏住了他的手腕，厉声质问：你想干什么？我问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女儿被你要走了，说好了儿子的事你不插手，现在呢？王秀梅，我忍了你10几年，我忍够了。最后一句话，掷地有声。王秀梅愣住了，她大概从未见过我爸发火的样子，面如冷霜，眸光摄人。孙恒那个小混账只会哇哇大哭，现在连哭也不敢了。我爸带着我弟去给校长、老师道歉，但任凭他怎么哀求，校方就是不肯接受。又去了几个学校，也都是如此。孙恒这才慌了，偶尔的在家放纵还行，但当周围的小伙伴都去上学了，他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无聊、空虚、寂寞以及茫然占据了他的内心。现在又接连碰了好几次壁，才真正的害怕起来。爸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带鞭炮去上学了。爸，我想上学。呵，小混蛋现在知道慌了。这些天，我爸求爷爷告奶奶，被各方奚落，心里早就窝了一团火，正愁没处发泄呢。看见我弟这怂包样子，怒从心起，又把他料理了一顿。
要是没学校敢收你，你就去给我养牛放羊，哪怕是捡垃圾也要挣钱。你妈每天只知道张口向我要钱，却不知道把你教育好。你是她的好蛋儿，那就挣钱给她。我弟哭哭啼啼求饶：爸爸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不听你的话了。最后，终于有一所私立学校肯收我弟，但是却要天价的学费。我爸犯了愁，我用一句话点醒了他：爸，他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儿子。瞬间，我爸的眼底闪现出希望来。说实话，我很心疼他。自从认识我妈以后，他就没张口向她要过钱，即便是自己把全部的工资打给他，遇到难处也只会硬抗。而我妈，明知道我爸手里一分钱都没有，不但不关心他怎么吃饭，连一个电话都不打。用他的话说，哪个男人不藏私房钱？他肯定也有。你看，我不给他钱，他不是也没饿死。事到如今，把难题扔给他解决。一开始，我妈当然不肯出这个钱的。孙建国，别告诉我你连给儿子交学费的钱都没有。你真没有啊？窝囊废！幸好我跟你离婚的早。像你这种男人能养活得起我们母子吗？王秀梅的这张嘴，即便是离婚也完胜我爸。但今时不同往日，他跟我爸离婚后，在我爸眼里，他就不再是妻子，家人更不会让着他。你还好意思指责我？我问你，这些年我挣的钱都给了谁？每个月给你7、8千，不说多，一年也能攒下来1万块钱吧。可你呢？月月花个精光，还欠一屁股债。王秀梅，我挣的钱花到哪里去？你比我清楚吧？别说，我爸认真起来还挺有条理的。王秀梅不吱声了。我弟见状，开始掉筋斗。他坐在地上学着我妈的样子撒泼打滚。妈，我就要上学，不上学别人都会笑话我的。要不是你，我现在还在学校呢。我弟这个白眼狼，转眼就把我妈卖了，气得王秀梅给了他一巴掌。谁让你不成器？现在还有脸说我？哭哭哭就知道哭，不就是上学吗？学费我出还不行吗？我弟立即止住哭声，伸手给钱。我妈被他气个愣着。我真是上辈子欠你们姓孙家的。我弟去了私立学校，是寄宿制。我爸为了生计继续四处奔波。小湾村的那片荒地是我和爸爸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。我妈呢？跟我爸离婚后，依旧沉迷麻将。上周末回家时，我在屋里闻到了烟味儿。我的鼻子很敏感，尽管家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我依旧能看出家里前不久来过男人。
我妈看我站在桌边不动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死丫头，看什么看？还不赶快去做饭？想饿死我？我在心底冷笑。吃饭时，她频频打量起我来，那种精明又算计的目光让人很不舒服。我迅速拔完最后的几口米饭，打算回房学习。她突然叫住我，站住！孙佳佳，我发现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当然，以前的我任他打骂，只会默默地掉眼泪，胆小、怯懦、自卑。现在的我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一眼就看得出眼底的冷漠和淡然。怎么了？他把我上下打量一番，突然在我胸口处狠狠掐了一把。哼！我听说你们学校有早恋的，你给我记住，没上大学以前不准谈恋爱。放心吧，有你和我爸做我的榜样，这辈子我是不打算结婚的。我妈被我的回答震惊到了，但眼中流露出来的却是满意。佳佳呀，你好好学习，将来长大了也要帮你弟一把。他可是你唯一的弟弟，你这个当姐的不帮他，谁帮他？我弟小时候，几乎都可以算得上是我一手带大的。从小他就给我灌输伏地魔这样的思想。我冲他微微一笑。好啊，妈，我也感觉你说的对。他是我弟，亲弟弟，将来我的东西就是他的，不就是画大饼吗？他想要多大，我就给他画多大。听到我这么说，他放下心来。周末2天，出奇的给了我2天笑脸。我跳级了，重活一世。目前初中的知识对我来说简单的就像个一，初中升高中，还是破格录取。高中校长直言我是个可塑之才。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，看我的眼神里也多了骄傲和自豪。那当然，我生的闺女我知道，她呀将来就是大富大贵的命。她是想说，我将来就是给他们母子当牛做马的命吧。学校奖励了我3万块钱。我妈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3捆钱，生怕一眨眼的功夫就飞走了。她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这钱100%不会经我的手，而是直接被她装进口袋里，并且转头就会花在我弟的身上。他的如意算盘不会如意的。我在心里默默计算着时间。很快，曾经处理我们家警情的李警官来了。他穿着制服，一身的凛然正气。我妈看见他，脸都白了。李警官，我可没有在虐待孩子。说完，他在我身上狠狠掐了一下。快帮我说句话，回家我给你炖排骨吃。我看了一眼李警官，模棱两可的回答：李叔叔。我妈她最近还可以。
我妈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仿佛在说：“什么叫还可以？”李警官一眼就看出猫腻来，当即沉了脸色。王秀梅，我已经和学校街道办以及妇联商量好了，每隔一段就会有人上门访问。如果四邻的回答和佳佳的有出入，我们还是要请你回去喝茶的。我妈哆嗦了一下，连连点头。明白，明白。警察同志，你放心，佳佳是我亲闺女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她的。经此一事，校长也看出些眉目来。原本要把3万奖金交给我妈的，当场变成了这3万元由学校保管，作为我充饭卡和买学习资料的启动资金。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妈脸色铁青，她越想越气，在外不敢打。今天李警官又对她敲打一番，往后在家里她更不敢了。死丫头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不解地看向她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行，好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你跟你老子是一个德行。她气哼哼地别开脸去，我差点没笑出声来。妈，排骨我就不吃了，我还要去图书馆借书呢。呵，想吃也没有，无所调位。我用1年时间学完了高中3年的课程，原本我可以说服校方参加高考，谁让我有个不成事儿的妈？更何况她跟我一样是重生。王秀梅蛮不讲理，是非不分，但她不是傻子。如果她知道我是重生，万一无所不用其极。我和爸爸现在能力有限，最重要的就是藏起锋芒，韬光养晦。好不容易熬到高3，我妈对我的态度来了个90度转折，但她目的性太强，一开口就暴露了。丫头，高3是重要的1年，我听你们老师说，以你的成绩考一流大学是没问题的，所以你要争点气，考个211、985，将来也好帮帮你弟。这几年，他说什么我都应什么，给他制造了我对他言听计从、100%百顺的假象。我唯一的目的，就是不希望他耽误我的前程。自从我弟被送到封闭学校后，的确老实几天，但依然改不了身上的恶习。到底是自己的儿子，我爸也不希望他将来长大不成器。我爸为了管教他，特意在学校附近支了一个小吃摊。殊不知，这小混账还觉得亲爹丢了他的脸，即便是从摊前路过，连看都不看一眼。我妈也觉得我爸让我弟丢人了，总是隔3差5的打扮得光鲜亮丽去看我弟，美其名曰仗面子。我弟才初中，抽烟烫头逃学样样精通，每周开家长会，我爸都会被老师批得连头也抬不起来。倒不是他教的不好，
而是我弟有一个下头亲妈。前脚我爸教育完，后脚就来泼冷水。儿子，别听你爸的，你爸就是个窝囊废，他一辈子也就这了。但我儿子不一样，看这聪明的大脑袋，一看将来就是有出息的。有他这么泼着冷水，我弟能服我爸才怪。可怜了我爸，起早贪黑的挣钱，一天下来挣的钱还不够给他买件衣服。我弟在学校里学了攀比，学习是一点没见长。这不，前天晚上翻墙出去上网，半夜还跑到酒吧喝酒，喝完就闹事，人被打一顿不说，还被送去了公安局。我妈着急忙慌地去看他，见人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当即大哭起来。我可怜的儿子，到底是哪个天杀的打了你？我打的。怎么了？一个彪形大汉站出来，看着他两条大花臂，他怂了，转头一巴掌拍在我爸的头上。孙建国，都是你，都怪你，是你没有教好儿子。他是个学生，不好好在学校上课，跑酒吧里干什么？就你还天天在门口看，你带的什么孩子啊？我爸也窝了一肚子火。你闭嘴吧，哪儿都有你。不是你天天给孩子灌输乱七八糟的思想，他会这样吗？什么学习太累就不要再学了，那不能把自己累着。还有你姐呢，王秀梅，你摸着良心说，你说这话是正经教育孩子的吗？两人在警局吵得不可开，警察都不耐烦了。安静。孩子变得叛逆，父母双方都有责任。事情调查清楚了，的确是我弟跟社会上的小混混喝了点酒，在酒吧里为难服务员，还动手动脚。酒吧老板看不过去，劝了几句，他们竟然把老板打了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被揍得很惨。我爸妈也被狠狠教育一顿。至于我弟，未成年，关了2、3天就被放出来。这次闹得动静太大，学校直接开除，再也没有哪个学校敢收他。孙恒彻底辍学了。不过，他本人很满意，闹着王秀梅给他买了一辆摩托，每天出去上街，跟着一群狐朋狗友到处乱窜。我爸压根儿镇不住他，也渐渐失望了。终于还是迎来了高考。我妈看着我，眼神透着一丝诡异的光。佳佳，好好考，回来妈妈给你做好吃的。我信他个鬼！考试很顺利，卷子上的题目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了。一出校门，我就看到了人群中的爸爸，他举着高高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祝女儿佳佳旗开得胜”。我的眼眶一热，泪水瞬间模糊了眼睛。虽然这一世我们没能在一起，但爸爸依旧每天早上都来给我送早饭。
他每周都去书店，碰到我喜欢的参考书和卷子就立马买下来。班上的同学都羡慕我有一个好爸爸。爸，这么大的太阳，你不热吗？我爸满头大汗，仍连连摇头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不热？怎么会热呢？看到你就不热了。佳佳，你累坏了吧？想吃什么？爸爸给你做。我想吃爸爸炸的炸串。好，爸爸这就给你做。小吃摊就支在不远处，有同行帮忙照看。过去后，我也开始帮助我爸干些零碎的小活。我爸拦住我，心疼地说：“佳佳，你快坐着歇会儿，爸不用你帮忙。”爸，我没关系。这些年一直读书，读得我浑身的力气都没处使。今天正好活动活动。我爸的眼眶微微湿润。别，佳佳，你别在这儿帮爸爸，爸会给你丢人的。他说这话我不爱听。我弟什么人？我能跟他一样吗？你是我爸爸，我帮爸爸干点活，天经地义。爸，关于你卖炸串，我一点都不感觉丢人，相反，我觉得很骄傲。我爸用卖炸串的钱供应2个孩子上学，很了不起。再说了，职业不分贵贱，父母也是。穷怎么了？穷你也爱我呀，对不对？我爸的眼圈红了。旁边的摊主听了，对我竖起大拇指。老孙啊，你这闺女真孝顺，上过学的就是不一样。家家孝顺着呢。所以呀，养儿子还不如养闺女呢。我帮着爸爸卖到晚上，一共赚了400多。我爸小心翼翼地把钱数完，又一张张铺平整理好，这才如获至宝地揣进怀里。他看向我时，满眼都是希望。如果每天生意都这么好，等你开学大学学费就凑齐了，那我就天天陪着你卖炸串。实在不行，我也去找份工作。那你还是帮着我卖炸串吧。你年纪小，去工作爸不放心。就算他不让我帮，我也会赖在他身边帮忙。谁让我跳级了？现在还没满18岁呢。晚上回去时，王秀梅气疯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陪爸爸卖炸串了。他狠狠瞪了我一眼。早就跟你说了，跟他少联系。一个买炸串的，你去跟他亲近能得到什么？我挺直脊背，定睛看着他。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，我只知道他是我爸爸。这是几年来我第一次顶撞他。王秀梅变了脸相，扬手就准备打我。我冷冷一笑，打吧，敢打，我就敢喊。你这个死丫头，真是翅膀硬了。一瞬间，我在他的眼里看到浓浓的恨意，心底咯噔一声。
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不知为何，王秀梅突然笑了，竟然忍了下去。好，我不说你，他当然是你爸爸，但我也是你妈妈呀。你现在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，聪明有能力，我说不过你。不过，佳佳呀，明天你弟弟要带几个朋友来家里，你到时候在家里帮我打下手。知道了。孙恒能有什么好朋友吗？那些人跟他一样，都是街上的无赖流氓。一大早，厨房里传来剁菜的声音。王秀梅把我喊起来：牛肉、羊肉、鸡鸭鱼、大虾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开饭店了。没一会儿，我弟领的人来了，一群10几岁的少年，却个个烟不离手，满口脏话。其中一个黄毛看见我，问孙恒：这就是你姐呀？孙恒点点头，笑容不言而喻，心底那种不安感越来越强烈。我趁着王秀梅不注意掏出手机，想要给爸爸发一个信息，冷不丁手机却被他抢了过去。哎呀，跟你说了，厨房里地方小，不要玩手机，快帮忙！手机被王秀梅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，她催得急，我只好暂且搁置，打算随后见机行事。好不容易做完一大桌子菜，王秀梅就招呼着我也过去吃。因为不放心，我拒绝了。昨天吃得太饱，今天不饿。王秀梅先有的关心道：不饿也多少吃点。你尝尝妈妈的手艺。我记得你是爱吃虾的吧？爱吃虾的是他儿子。我对虾过敏。妈，你不用管我，招待好我弟的朋友就行。哎呦，我女儿真是懂事了。王秀梅忙前忙后，仍不忘记让我喝水，还给我拿了瓶果汁。我看着黄澄澄的果汁，脸上露出一丝浅笑。谢谢妈。我不渴。王秀梅顿了一下，眼底的狐疑一闪而过。佳佳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这一中午不吃不喝可不行啊。我忍住腹中的饥饿感，摇头。我真不渴，也不饿。王秀梅没再说话，端着茶水继续送去我弟的房间。不一会儿，我听到孙恒喊：姐，快帮忙拿过来一个充电器，我朋友手机没电了。我找了一个充电器走过去。当我推开门后，前一秒还喧闹无比的房间，瞬间安静下来。5、6双虎视眈眈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。我弟站在最里面，冲我喊：快进来吧。我把充电器扔进他怀里，想要转身就走。突然，身后被人猛地用力推了一下，身子踉踉跄跄地朝前倒去。最终我刹住身形，只听背后砰的一声，门关上了。我的心瞬间跌落谷底。开门！
我妈站在门外，死死地拉住门，阴阳怪气道：“佳佳，你也不能怪妈妈，妈妈也是为了你好。我知道你的秘密。”我心里咯噔一声，她发现我也是重生的了。所以，为了让你以后不逃出我的手掌心，我只有这一个办法。他的办法就是把我送进火坑里吗？他算准了屋子里的几个人都是未成年，即便是闹出什么事儿，也不会被判刑。呵，这就是我的亲生母亲。他以为捏着我被人侮辱清白的短处，就可以任意使唤我了吗？好，王秀梅，那你别后悔，别忘了，你儿子也在这里。听了我的话，王秀梅立即警告我：“死丫头，你要是敢动你弟弟一下，我让你从今往后都出不了家门。到底是谁出不了门，还不一定呢。”我转过身，拎起脚边的一只凳子，冷冷地看着眼前虎视眈眈的6个少年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反正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怎么算都比别人多活一次。临死前还能教训一下这几个兔崽子，赚了。谁要赶过来，就别怪我手里的凳子不长眼了。其中领头的黄毛一脸下流的表情。哟，还挺有脾气，我喜欢。孙恒转过身，戴上了耳机，开始打游戏。余下5个流氓开始向我逼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抡起椅子朝着旁边一个身形瘦小的少年砸了过去。终究双拳难敌这么多人，我被他们7手8脚地抬到了床上，拼命挣扎，呼救并不管用。就在我陷入绝望的时候，我听到了门外一片杂乱的声音，其中夹杂着我爸焦急的呼唤：“佳佳，佳佳，你在家里吗？”孙建国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了，佳佳不在家，出去了。我刚一张口，就被捂住了嘴，一脚踹在了压在我身上黄毛的命根子上。爸爸，救我！黄毛捂着下体，痛苦哀嚎。我不解恨，麻利地跳下床，朝着他的小腹狠狠地踹。我爸闯了进来，看到此情此景，怎么会不明白呢？他双目通红，脸色铁青。你们竟然欺负我闺女！我要报警。这几个少年也慌了，想要夺门而出，却被我爸挡住了去路。我没想到，那个黄毛竟然还装了刀。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朝着我爸的腹部狠狠捅了几下。那一刻，我大脑一片空白。爸！鲜血顺着伤口汩汩直流。我爸死死地抓住黄毛的脚踝，黄毛拔出刀，又扎在他的后背。余下的几个反应过来后，不要命似的就朝外跑去。王秀梅那个女人竟然打开门，还嘱咐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！”
不要被人发现。孙恒那个怂包，双腿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我眼疾手快地抡起棒子，打在黄毛的后脑勺上。他人歪歪斜斜地倒在了地上。王秀梅见状，脸上的血色褪尽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死丫头，你把人打死了！你这么瞎呀！我爸都快死了，你竟然还管他的死活！手机不在我身上，在他身上。此刻，我爸的呼吸微弱，我顾不上其他，把手机还给我。王秀梅还愣着，我走过去，一脚踹翻了孙恒，从他手上抢过手机。120，110，加！我的眼泪再也绷不住，抓住我爸颤抖的手。爸，你别说话。救护车很快就来了。爸爸摇了摇头。佳，爸爸要是不行了，你千万不要难过，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不，爸爸你会长命百岁的。等以后我有钱了，我一定带着你出国旅游。爸，如果你死了，我就让王秀梅和孙恒为你陪葬。王秀梅瞬间蹦起来。孙建国死了，算他倒霉。凭什么要拉着我一起？我狠狠地瞪着他。如果不是你，事情怎么会到这一步？王秀梅，别以为你能置身事外。反正我已经杀了一个人，不介意再多杀几个。我爸呼吸继续，他一激动，腹部的血就流得越多。傻闺女，不要胡说。你跟他们不一样。你是爸爸的骄傲。可是爸爸，如果你不在了，那么我一切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？3个月后，我一身黑衣站在墓碑前。爸，我来看你了。你放心，我好好的，考上了北大。黄毛也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至于你的儿子孙恒，是他自己不争气，竟然还学会了吸毒，现在也被关进了戒毒所。他恨死我妈了。你知道他在毒瘾发作的时候，骂得最狠的人是谁吗？是王秀梅。这是他的报应。他最爱的儿子，2世都被他害死。这一世，他还害死了你。我看着墓碑上爸爸微笑的照片，泪如雨下。我把王秀梅告了，告他唆使人强奸自己的亲女儿。虽然强奸未遂，可他到底害死了我爸。孙恒被抓走时，他彻底绝望了。他把一切的错都怪在我身上。都是你，是你这个丧门星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竟然敢告我！王秀梅，我要跟你断绝母女关系。好，我还不稀罕有你这样的女儿。多年后，当我功成名就时，我坐在豪车里，看到了街上捡垃圾的王秀梅。她佝偻着身子，努力地踩着地上的矿泉水瓶。
他最爱的儿子，因为承受不住戒毒的痛苦，早就在戒毒所自杀。他半疯半傻，整天对着空气骂我爸。孙建国，你这个窝囊废，嫁给你真是倒了一辈子的霉。死丫头呢？死丫头死哪儿去了？她跟她爹一样，天生的贱骨头，活该被千人骑万人睡。只有我儿子好，儿子爱吃虾，我要多捡些瓶子卖钱，给他买虾吃。他还在长身体呢。车子绝尘而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